为了给阮氏子嫡姐撑腰，苏清渊也嫁进了侯府。嫡姐嫁给了侯府世子，而苏清渊嫁给了世子他爹。婚后，世子带回一位怀孕的小白花。妹妹，我想喝梨。行，你离，我也离。逆子，你想让你爹变成官夫就直说。苏清渊是苏家的庶女，而她的嫡姐却是个阮氏子，她能平安活到出嫁的岁数，少不了苏清渊的保驾护航。然而，她刚嫁到侯府3天，就又被当阮氏子捏了。我的女儿啊，你怎么就这么命苦？唉，事已至此，有什么办法？镇北侯手握兵权，我们得罪不起啊。爹娘，我没关系，只是他心里有别人，让我独守空房，府里的下人都笑话我。就在这时，苏清渊快步走来，眼神冷冽。看到苏明月的模样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笑话？谁敢笑话我苏家的嫡小姐？爹娘，你们就眼睁睁看着姐姐被人欺负？清渊，休得胡言。侯府的事，我们插不上手。插不上手，我偏要插手。姐姐嫁过去受委屈，我这个做妹妹的没道理坐视不管。陆景琛不是桀骜不驯吗？我就让他知道欺负我苏清渊的姐姐是什么下场。妹妹，别冲动，我没事的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姐姐，你忍得够久了，从前有我护着你，现在你嫁去侯府，我照样能护着你。我这就去求陆占庭，嫁给他，做你的继母，看谁还敢欺负你。苏清渊转身就走，苏老爷和苏夫人愣在原地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又拦不住他。陆占庭坐在主位上，面容冷峻，管家在一旁低声汇报着苏清渊求见的事。侯爷，苏家二小姐苏清渊说是有要事求见。苏家二小姐，让她进来。苏清渊走进前厅，对着陆占庭微微行礼。民女苏清渊，见过侯爷。你找本侯有什么事？我想嫁给侯爷。陆占庭眼底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即恢复平静。你可知本侯的传闻？外界都说本侯不能人道，你嫁给我，得不到名分，也得不到子嗣，值得吗？我知道，我嫁给你，只为帮你遮掩这个传闻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镇北侯依旧雄风不减。而你，只需让我能名正言顺地管教陆景琛，护我姐姐周全。你倒是直白，好，本侯答应你。多谢侯爷。苏清渊转身离开，陆占庭眼底闪过一丝玩味。有趣的丫头，倒不像一般的深闺女子。镇北侯府双喜临门，苏家姐妹同日入府。苏明月站在花轿旁，神色略显局促。苏清渊身姿挺拔，目光扫视着周围。陆占庭面容冷峻，眼底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和。新娘下轿。苏明月在喜娘的搀扶下，缓慢地走向陆景琛。别碰我，我心里没有你。苏明月身子一僵，指尖紧紧攥着嫁衣的袖口。陆景琛，今日是你与我姐姐大喜的日子，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妻子的？我对待我的妻子，与你这个继母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是个靠联姻上位的庶女，也敢来管我？景琛，住口！清渊是你的继母，你怎敢如此无礼？陆景琛站在石阶上，不服气地瞪了苏清渊一眼。清渊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先进府吧。苏清渊扶着苏明月，一同迈进侯府大门。侯府新房内，红烛高高燃起，火光摇曳。苏清渊坐在床沿，随手拨弄着裙摆，神色淡然。陆占庭推门而入，身上带着淡淡的酒气。今日辛苦你了。侯爷言重了，这是我应做的，毕竟我们是盟友，不是吗？盟友？你倒是分得清楚，你嫁给我，真的只是为了护你姐姐？不然呢？难道侯爷觉得我是真心喜欢你？侯爷放心，我对你没有任何非分之想，只要你护好我姐姐，我便帮你演好这场戏，互不干涉，何乐而不为？陆占庭沉默片刻，突然捏住苏清渊的下巴。若是我想假戏真做呢？若是本侯想让你做真的镇北侯夫人呢？侯爷，我们说好的，只是盟友，我不想有任何不必要的纠缠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本侯不勉强你。不过你记住，在这侯府有本侯在，没人能欺负你和你姐姐。陆占庭转身走向新房角落的红木软榻，他知道这场婚姻注定不会平静。侯府书院内，
王夫子站在讲台前，躬身向学生们授课。书案前的学生们正襟危坐，认真听讲。只有陆景琛趴在书案上，双眼紧闭，眉头微皱。苏清渊神色平静地缓步走进书院大门。见过侯夫人。王夫子不必多礼，我来看看景琛最近功课学得如何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学不学功课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，你是陆占庭的儿子，你的功课自然与我有关。王夫子，我们家景琛最近功课怎么样？侯夫人，世子他最近心思不在功课上。哦，这么说来，景琛是觉得功课太简单。我就是不屑于学这些无用的东西。习武固然重要，但文武双全才能成大事。王夫子，景琛的功课就劳你多费心。是。苏清渊，你凭什么管我？就凭我是你继母，是这侯府的女主人。陆景琛站在书案后，眼底闪过一丝不甘和屈辱。他气冲冲地走进书房。爹，你快管管苏清渊。清渊也是为了你好。爹，你怎么帮着他说话？她就是个庶女，凭什么当侯夫人？凭什么管我？景琛，你住口！清渊是你的继母，你必须尊重她。你自己顽劣不堪，不思进取，还敢在这里抱怨别人？陆景琛低下头，双手紧握，却不敢再说话。我知道你有心上人，但也不能委屈了明月。好好读书习武，别再让我失望。我知道了，爹。陆景琛转身离开书房，背影有些落寞和不甘。陆占庭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眼底闪过一丝担忧。正厅内，陆占庭神色严肃地站在中央，苏清渊和苏明月站在一旁，神色平静。传旨太监手持圣旨，缓步走进来，神色傲慢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西北边境贼寇作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特命镇北侯世子陆景琛前往西北。臣遵旨。传旨太监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陆占庭站起身，看向陆景琛。景琛，此次出征，你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多听从将领的建议，不可鲁莽行事。爹，儿子记住了。苏明月走到陆景琛面前，神色担忧。景琛，这块玉佩你带着，保佑你平安归来。陆景琛看着苏明月，眼神复杂。不必了，我不需要。你在侯府好好待着就好。苏明月的手僵在半空。苏清渊见状，上前一步。陆景琛，你太过分了！明月好心好意给你玉佩，保佑你平安，你就是这么对待他的？我知道了，我带着就是。陆景琛伸手接过玉佩，随手揣进怀里，没有再看苏明月一眼，转身就走。凉亭内，苏清渊和苏明月坐在石凳上。苏明月神色恍惚，手里的叶子牌都拿反了。姐姐，别担心，景琛虽然顽劣，但武功高强，又有将领辅佐，一定会平安归来的。我是担心他心里一直有别人，就算凯旋归来，也不会好好待我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他再欺负你。等他回来，若是他还敢对你冷言冷语，还敢心里装着别人，我就帮你教训他。就算是陆占庭，我也不会给面子。若是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跟我客气什么？我们是姐妹，我不护着你，谁护着你？别想那么多了，陪我玩会儿，放松一下。苏明月点了点头，和苏清渊一起玩了起来，但眼底的担忧却始终没有散去。侯府大门前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陆占庭三人站在门前，迎接陆景琛凯旋。陆景琛身姿挺拔，脸上带着一丝疲惫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辆马车。好样的，景琛，没有让爹失望。爹，儿子幸不辱命，凯旋归来。起来吧，辛苦你了。见过继母，见过夫人。世子，你身后的马车里是什么人？是我在回来的路上带回的一个姑娘，她怀有身孕，无依无靠。苏明月听到这话，身子一僵，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。苏清渊的脸色也沉了下来。怀有身孕？世子，明月是你的正妻，你带回一个怀有身孕的姑娘，置侯府的颜面于何地？
继母，这事就不劳你费心了。陆景琛转身走到马车旁，小心翼翼地扶下来一个姑娘。婉星，别怕，我们到侯府了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林婉星微微点头，怯怯地看了苏清渊和苏明月一眼，连忙低下头，躲在陆景琛身后。侯府的下人见状，纷纷议论起来，像刀子一样割在苏明月的心上。回到院落后，苏明月找到苏清渊，苏清渊站在他身边，脸色冰冷。妹妹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他对我冷言冷语，我忍了，可他现在既然带回一个怀有身孕的姑娘，他是在把我的颜面踩在脚下啊！姐姐，你别忍了，这种男人不值得。他既然不珍惜你，我们就不稀罕他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再受这种委屈。妹妹，我想和离，我不想再留在侯府了，不想再做他的妻子，不想再受这种苦了。姐姐，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你离，我也离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再也不受任何人的欺负。苏明月看着苏清渊，用力点了点头，眼泪依旧在流，但眼神里却多了一丝希望。他知道，只要有苏清渊在，他就什么都不用怕。院落内，苏清渊坐在书桌前，正在书写和离书。妹妹，陆战庭和陆景琛会同意和离吗？姐姐，你放心，他们不同意也得同意，我们没有必要看他们的脸色过日子。谢谢你，妹妹。跟我客气什么？我们是姐妹，等和离成功，我们就好好过日子，再也不用受委屈了。妹妹，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？冒险又如何？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陆战庭有把柄在我手里，他不敢轻易为难我们。苏清渊放下茶杯，继续书写和离书。姐姐，你看一下，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？没有不合适的地方，就这样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按计划行事，趁他们不注意，收拾好东西，连夜离开侯府。苏清渊到书房时，陆战庭正在处理公务。侯爷，这是我特意让人给你熬的药，对你的身体有好处。辛苦你了，清渊。陆战庭端起汤药，一饮而尽，眉头微微皱起。吃颗蜜饯，解解苦。清渊，你今日似乎有什么心事。侯爷，这是我的和离书，我想和你和离。清渊，你说什么？你要和我和离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惹你生气了？侯爷，我嫁给你，本来就是为了护我姐姐周全，现在我姐姐想和离，我也没有必要继续演这场戏了。我们说好的，互不干涉，现在戏该落幕了。清渊，我对不起你，让你和明月受委屈了，但是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我不想和你和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侯爷，不必了，我意已决，一定要和你和离，你就成全我和我姐姐，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吧。陆战庭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眼底满是失落。祠堂内气氛庄严肃穆，烛火摇曳。陆战庭神色冷峻，眼神里满是怒火。逆子，你可知错？你继母要和我和离，明月要和你和离，你是不是想让我这个镇北侯成为全京城的笑柄？我不喜欢苏明月，和他和离也是好事。苏清渊要和你和离，那是他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你还敢嘴硬，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训你。陆景琛疼得浑身发抖，眼神却依旧倔强。侯爷，求您别打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求您放过他吧。这里没有你的事，给我滚开！林婉星不敢再说话，只能退到一旁，继续抹泪。侯爷，再打下去，恐怕会伤了世子的身子，求侯爷手下留情。罢了，今日就饶了你这一次，以后好好待明月，否则我绝不轻饶你。我知道了，爹。院落里，苏清渊和苏明月正在快速收拾东西。春桃和秋月在一旁神色慌张，担心有人过来。姐姐，快点，我们得赶紧离开侯府，不然等他们回来，我们就走不了了。妹妹，万一被他们发现了，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们动作快一点，他们回来的没有那么快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外面有马车在等我们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好像有人过来了。快，把东西都装好，我们从后门走。几人快速收拾好东西，提着行李箱，快步走向后门。
苏清渊回头看了一眼侯府的院落，眼神复杂，随即转身，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后门。后门外面，一辆马车早已等候在那里。车夫看到苏清渊等人，连忙上前：“姐姐，上车吧，我们再也不回来了。”苏明月点了点头，踏上马车。车夫扬鞭策马，马车逐渐消失在夜色中。祠堂内，陆占庭平息了怒火，准备回自己的院子。他走到祠堂门口，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快去看看清渊和明月是不是出事了。管家连忙点头，快步跑去。陆占庭站在祠堂门口，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。院落内一片狼藉，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。陆占庭神色铁青，眼神里满是怒火和失落。侯爷，不好了，侯夫人和少夫人不见了，院子里的值钱东西都被他们带走了。不见了？怎么会不见了？立刻派人去找，不管怎样都要把他们找回来。管家立刻转身，快步离开。陆占庭走到书桌前，桌上放着的正是苏清渊写的和离书。他拿起和离书，紧紧攥着。清渊，你为什么要走？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你回来好不好？陆景琛看到房间里的景象，神色疑惑。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么乱？都是你造成的。他们走了，他们要和我们和离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他们走了，怎么会走得这么快？你还敢说，若不是你欺负明月，他们会走吗？陆景琛，你这个逆子，你毁了一切。陆景琛低下头，神色愧疚，没有再说话。若是他好好待苏明月，他们就不会走了。官道上，一辆马车快速行驶着。妹妹，我们终于离开侯府了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们终于自由了，我们以后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。小姐，我们现在去哪里啊？是回苏家吗？不回苏家，苏家那些人不会真心帮我们。去塞北，去苏杭，去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好，都听你的，妹妹。苏清渊看着苏明月开心的笑容，心里也十分欣慰。他知道他们的新生活从此刻正式开始了。塞北小镇街口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小摊。苏清渊等人走在街道上，神色从容。妹妹，这里就是塞北吗？和京城真的不一样，好热闹啊。是啊，姐姐，这里没有侯府的尔虞我诈，没有别人的闲言碎语，我们先找一处宅院安顿下来。姑娘，前面不远处有一处宅院，环境也很好，主人家愿意低价出售。好，那我们就去看看。几人跟着赵峰朝着宅院的方向走去。很快，几人就来到宅院前，牌匾上面写着静园二字。赵峰走上前，敲了敲门，门被打开，一名老者走了出来。你们是来买宅院的吧？快请进。几人跟着老者走进宅院，宅院宽敞明亮，还带有一个小池塘。这宅院是我亲手打理的，我和老伴儿要去投奔儿子，实在没办法。宅院一共有10间房，厨房、书房、柴房都有，你们买回去直接就能住。妹妹，这里真好，我们就买这里吧。老先生，这宅院我们买了，不知老先生要价多少？1000两银票，这宅院就归你们了。麻烦老先生给我们写一份契约。好，我这就去写契约。老者去写契约。苏清渊和苏明月在院子里散步，他们知道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，他们终于可以安稳度日了。静园正厅内陈设简洁，苏清渊坐在主位上，苏明月坐在他身旁。赵镖头，这段时间辛苦你和各位镖师了，我们已经安顿下来了，这里很安全，不需要各位镖师再护送我们了。这5000两银票是给你们的报酬。姑娘客气了，护2位姑娘周全是我们的本分。既然姑娘已经安顿下来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若是姑娘以后有什么需要，随时派人去顺安镖局找我。好，多谢赵镖头。春桃，去准备一些干粮和盘缠。是，小姐。赵镖头，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们了。少夫人客气了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2位姑娘心地善良，好人有好报。就在这时，春桃拿着干粮和盘缠走了进来。赵镖头，这是干粮和盘缠，你们路上用。多谢春桃姑娘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2位姑娘多保重。
苏清渊和苏明月送到门口，看着他们的背影。妹妹，我们终于安定下来了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们终于安定下来了。以后我们就在这里好好过日子，种点花，养点草，再做点小生意，再也不用受任何人的欺负。我现在就去收拾房间，给2位姑娘布置一个舒适的住处。是啊，我也去帮忙。我们一定要把静园布置得漂漂亮亮的。春桃和秋月转身离开，去收拾房间。苏清渊和苏明月看着院子里的花草树木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他们知道，他们的安稳日子从此刻正式开始了。书房内，陆战庭眼底满是疲惫和失落。自从苏清渊和苏明月走后，侯府死气沉沉。景琛，还没找到清渊和明月吗？爹，对不起，儿子找遍了整个京城，还有周边的城镇，都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。罢了，找不到就找不到吧，这都是命。爹，儿子知道错了。若是当初儿子没有带回婉星，若是当初儿子好好待明月，他们就不会走了。儿子现在真的很后悔。景琛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连累了你，连累了侯府。若是没有我，侯府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你别碰我，若不是你，明月就不会离开我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把你带回侯府。景琛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明月小姐，可是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够了，你还好意思说，若不是你，侯府也不会变成这样。林婉星吓得浑身发抖，不敢再说话。景琛，你也长大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。你将来要继承爵位，担当起侯府的重任。从今天起，你就跟着我，学习处理侯府的事务，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爹，儿子以后一定好好努力，一定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起来吧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侯府的未来就交给你了。书院内，陆景琛坐在书桌前，认真听讲。学生们看着陆景琛的变化，都十分惊讶。夫子，以前是学生不懂事，顽劣不堪，辜负了夫子的期望。学生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。世子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课后，学生们围了上来，纷纷议论着。世子，你最近变化真的太大了，将来你一定能成为威风凛凛的大将军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以后我会好好努力的。随后，陆景琛转身走出书院，他看着空荡荡的院落，眼神里满是悔恨和思念。他知道是他自己亲手推开了那个真心对他的人，是他自己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。明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好好待你，再也不会让你伤心了。风轻轻吹过，院落里的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在回应他的忏悔。但苏明月却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林婉星被关在院子里，不能出门，可他并不甘心，于是便找来一名刺客。姑娘有何吩咐？我要你找到苏清渊，并除掉他们。他们不死，我的孩子继承不了侯府。姑娘放心，属下这就派人除掉他们，一定不会让他们再碍姑娘的事。放心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，一定不会让姑娘失望的。林婉星从来都不是什么柔弱可怜的女子，她接近陆景琛就是为了侯府的财富和地位。书房内，陆战庭与陆景琛正在处理着侯府的事务。管家匆忙跑进来。侯爷，世子，不好了，林婉星接触了蒙面人，好像要对夫人他们动手。你说什么？林婉星想对清渊和明月不利？是啊，侯爷，属下也是偶然发现的。属下看到有蒙面人在和林婉星小姐密谋着什么，这才知道他要派人去杀苏夫人和苏少夫人。这个贱人，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相信他。我现在就去杀了他。景琛，你现在杀了他，会坏了侯府的名声。爹，难道我们就这么放过他吗？我们当然不能放过他，但我们不能杀他，我们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让他再也不能兴风作浪。另外，我们要尽快找到清渊和明月，保护他们的安全。爹，儿子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好，你去吧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不要打草惊蛇。陆景琛转身离开书房，
神色愤怒又愧疚。陆战庭坐在书桌前，眼神复杂。林婉星竟然有这么深的心机和这么狠的心肠。他更担心的是苏清渊和苏明月的安全。他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躲过林婉星的追杀。正厅内，陆战庭坐在主位上，神色冷峻。蒙面人头目被压着跪在地上，神色恐惧。林婉星，你可知罪？侯爷，民女不知，民女一直待在自己的院落里。你私下派人去追杀苏清渊和苏明月，还想狡辩吗？侯爷，民女没有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民女。还敢狡辩？你派去的人已经全部招供了。你接近我，就是为了侯府的财富和地位。侯爷，世子，都是林婉星小姐让我干的。你胡说，我没有让你去追杀他们，是你自己想抢东西，故意陷害我。够了，林婉星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敢狡辩？你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我绝不轻饶你。没错，我就是为了侯府的财富和地位，我就是想取代苏明月的位置，那又怎么样？要不是陆景琛愚蠢，要不是你们看走了眼，我早就成功了。陆景琛，你以为我是真心喜欢你吗？你太天真了，苏明月根本就配不上你，只有我才配做侯府的少夫人。你这个贱人，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相信你。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打断手脚，赶出侯府。还有小翠，也给我赶出侯府，把蒙面人交给官府，依法处置。书房内，陆战庭坐在书桌前，神色疲惫。陆景琛站在一旁，神色愧疚。爹，都是儿子的错，才会给侯府带来这么多的麻烦。起来吧，你能知错能改，爹就已经很欣慰了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请求清渊和明月的原谅。儿子一定会找到他们，向他们道歉，请求他们的原谅。若是他们愿意回来，儿子一定会好好待明月。好，爹相信你，我们不能再失去他们了。儿子一定不会让你失望，也不会让他们再受到任何伤害。陆景琛转身离开书房，神色坚定。塞北小镇集市热闹非凡。苏清渊与苏明月在集市上买蔬菜和水果。妹妹，我们买一点葡萄回去吧。好，你喜欢吃，我们就多买一点。春桃和秋月也在一旁挑选着东西，脸上满是开心。他们在塞北已经安稳地生活了几个月。不远处，陆景琛正在集市上寻找。明月、清渊继母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苏清渊和苏明月看到陆景琛，神色瞬间变了。苏明月下意识地躲到苏清渊身后，眼神里满是恐惧。陆景琛，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？清渊继母，我是来向你们道歉的。不必了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了。明月，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已经改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一定会好好待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。陆景琛，你觉得一句话就能弥补吗？我们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我求你们再给侯府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周围的小镇居民纷纷围了上来，低声议论着。世子，你就走吧，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是啊，世子，你就别再纠缠我们了。静园正厅内，气氛压抑。明月，我知道你们还是不能原谅我，但是我真的已经改了。你们走后，我就开始学习处理侯府的事务，学习习武，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顽劣不堪了。明月，这是你当初给我的玉佩，我一直戴在身上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让你受那么多委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苏明月看着陆景琛手中的玉佩，眼神复杂。他想起了自己受的委屈，想起了陆景琛的顽劣，但也看到了陆景琛的改变和忏悔。姐姐，你不用勉强自己，如果你想跟他回去，我就陪你回去；如果不想回去，我们就继续在这里。陆景琛，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但我要再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改了。等过一段时间，我再考虑要不要跟你回去。好，明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。陆景琛，你记住，我姐姐给你机会了，若是你敢再欺负她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清渊继母，我记住了，
我再也不会让明月受到任何伤害了。苏清渊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话。苏明月也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的，但他知道他愿意再给彼此一次机会。静园庭院内，苏清渊和苏明月正在喝茶聊天，陆景琛站在一旁，神色恭敬。远处，一辆马车缓缓驶来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清渊，明月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陆占庭对着苏清渊和苏明月深深鞠了一躬。侯爷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清渊，明月，跟我们回去吧。姐姐，你决定吧。妹妹，我想回去。景琛已经改了，我们不必一直困在过去的委屈里。好，我们跟你们回去。若你们做不到，我依旧会带着我姐姐离开。我以镇北侯的名义起誓，绝不食言。春桃和秋月对视一眼，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几人收拾好行李，一同踏上了返回京城的马车。马车缓缓驶动，苏明月眼底没有留恋，只有对未来的期许。侯府大门张灯结彩，不再是往日的死气沉沉。从今日起，府中所有人都需恭敬相待二位夫人，若有谁敢怠慢二位夫人，打断手脚，逐出侯府。是，奴才遵旨。各位，以前是我顽劣不堪，连累了侯府。从今往后，我陆景琛定当好好打理侯府事务，不负侯爷的期望，不负明月的原谅。苏清渊站在一旁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下午时，苏清渊和苏明月在侯府的花园晒太阳，陆占庭和陆景琛坐在不远处，看着他们的身影。妹妹，若是没有你，我恐怕早就撑不下去了。跟我客气什么？我们是姐妹。远处，陆景琛走了过来。明月，你最喜欢的牡丹开得正艳。陆占庭端着热茶也走了过来。清渊，风大，喝点热茶暖暖身子。四人相视一笑，阳光温暖而耀眼。嫡姐温婉，庶妹锋芒，二人相互扶持，终得圆满。从此，镇北侯府和睦安宁，双姝携手，岁月安暖。